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原来如此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话题是：圣经真的有错误吗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。其实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话题，但是近期面对一些散播圣经错误的言论，我在这里不得不跟大家说一说这件事情。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，这是一个再基本不过的认知了。可是偏偏有些人可能是无意，也有可能是别有用心，或者是为了制造一些惊悚的话题增加流量。总之，把圣经有错误这种常识性的认知作为一个话题来进行炒作，我觉得这是不应该的。不管是外邦人来说这件事情，还是弟兄姊妹或者牧者来说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这都是不应该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今天就是有很多人觉得自己很聪明，甚至觉得自己比神都要聪明，所以想说一些语出惊人的话，做一些惊世骇俗的事。好吧，今天希望看到这一期节目的朋友就圣经错误的这个问题到此为止，因为这个话题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。您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：圣经真的有错误吗？还是先给大家一个结论，否则总是有朋友说我的节目喜欢绕来绕去。按照人看待问题的标准来说，圣经的确是有错误的，而且很多的错误。圣经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，在现代印刷术出现之前，圣经都是通过手抄本的形式复制。再加上人类的语言如此的复杂，整本圣经至少已经被翻译成为700多种语言。新约圣经的一部分至少被翻译成了3000多种语言，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之中。由于古代书籍的保存技术还不完善，手抄本都是由人抄写的，所以现今所发现的手抄本中，发现同一卷圣经的内容个别章节会有所差异，而且很多古代手抄本由于年代久远，变得残破不堪，难以辨认，这样在重新誊写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。有时候要根据上下文来猜测，有时候只能按照誊写人员的经验来辨认，所以流传下来的古代抄本存在差异，这是一件在所难免的事情。另外，由于各种语言的不同，在圣经翻译上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就拿中文圣经译本来说，和合本、新译本、当代译本就有很多地方翻译明显不一样，甚至意思都已经完全变了。这是不是圣经的错误呢？当然是圣经的错误。所以不管是中文译本还是英文译本，即便是大名鼎鼎的钦定版圣经 King James Version 也不是没有错误的。所以有些人因此宣传圣经无误论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，而这个说法无疑就是扭曲了基督信仰。因为圣经无误本应该是一个基督徒的基本认知，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和根基。如果有人妄想动摇基督信仰的磐石，那么这个人的罪是大的。因为圣经无误的概念本就是圣经中的教导是没有错误的，圣经作者或者编辑者是完全按照神的启示所写下的，所以圣经等同于神直接的话语，不论是教导还是真理，
都是没有错误的。但是圣经在传抄和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人为的错误，所以今天我们拿着圣经译本来说，圣经这里有问题，圣经那里有问题，首先我们就要确认的是，这些是不是抄写和翻译上的错误。有人指出，圣经部分的记载里，不同书卷描述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出现了数字上的不同。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，不管是古希伯来文还是古希腊文，都是字母语言。在抄写的时候，多一个字母或者少一个字母，或者字母上下多一个点少一个点，可能意思就都不一样了。古代没有大数据，在圣经编辑成册之前，圣经的66卷书都是分开的，而且我们看到的旧约圣经并不是由希伯来文圣经直接翻译的，而是由希腊文的70士译本翻译的，后来再翻译为希腊文、德文、英文，最终才是我们看到的中文。可想而知，我们经历过多少的错误累积。虽然近现代很多译本都是由原文直接翻译而成的，但是现代印刷术不过也才出现500多年的时间，之前的几千年时间里，圣经都是靠抄本来传承的。古代犹太人抄写圣经的时候，都必须沐浴洗手，甚至很多敬虔的人每次抄写耶和华的时候都要再洗一次手。所以很多古本圣经都有被水阴湿的痕迹，可能是抄写者的汗水，也可能是洗手未干造成的。被水阴湿的地方有可能会造成字迹的模糊，而这些抄写圣经的人是不敢随意更改圣经的，即便是他们觉得抄写的古本可能已经错了，但是他们仍然要按照眼睛所看到的文字抄写，这样就会造成错误的累积。但是神是奇妙的，圣经中虽然存在很多错误，但并不影响圣经的教导和真理的传承。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到一些无关痛痒的错误只是人为的偏差就好了，完全没有必要纠结于圣经都写错了，那么我们还需要相信圣经吗？因为你信的是神的教导和真理。当然也有人提到圣经中的一些记载与历史记录是有出入的。其实这个问题更好解决，您觉得历史记录都是真的吗？很多历史都是后朝的人写前朝的事，如果是朝代更替，很多时候会把前朝写得一无是处。如果朝代没有更替，还是同一支血脉，那么很可能把前朝丢脸的事情忽略不计了。所以历史记载只是一个参考，只有更贴近真实的历史记载，却没有完完全全真实的历史记载。这也是我们应该明白的基本常识。曾经很多人要用历史来推翻圣经，到头来的结果是几千年来还没有人能够推翻圣经的记载。虽然有些问题尚且存疑，但是很多问题当新的考古资料出现的时候，无疑都会证实圣经的记载是正确的。还有一种言论是圣经记载了相互矛盾的事情，这个问题我们稍微扩展一下。比如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耶稣的家谱，但是我们发现马太福音的家谱与路加福音的家谱差别还是很大的。
仅在大卫王与约瑟之间，路加福音一共列出了40代人，而马太福音只列出了25代人。这个问题看似很严重，其实只是我们不了解所造成的。路加是一名医生，所以我们通常认为路加的记录更接近血缘上的关系，而马太的记录焦点却不在血缘。马太福音中谁生谁中的那个生，可以指生育，也可以指繁衍。希伯来书第11章中描述亚伯拉罕因着信生出子孙，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用的就是这个词。所以马太福音中所表达的是谁是谁的后代，可能是他的父亲，也可能是他的爷爷，或者是祖先。路加福音中就没有使用这个词，而是使用谁是谁的儿子。当然原文中并没有儿子这个词，原文中只列举了一系列的人名而已。所以路加福音中的40代和马太福音中的25代并不是一个等同的概念。如果你认为即便是这样，那么马太福音中为什么还要强调亚伯拉罕到大卫一共14代，大卫到被掳巴比伦14代，巴比伦到基督14代，这又作何解释呢？其实当我们查看原文中，我们就会发现14代中的这个代指的是一个世代，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代人的意思。而一个世代可能是几十年，也可能是100年。圣经中一个世代很多时候指代的是40年。我并不是说这里指代的就是40年，只是告诉大家一个世代指代40年的时候是比较多的。所以说查看原文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办法。这样大家还对耶稣的家谱有疑问了吗？还有一件事情就是，圣经中根本没有家谱这个词。原文中的那个词意思是来源和记录的意思，与我们所认知的那种祖宗、爷爷、父亲的那种家谱是不能完全等同的。他们只是记录了耶稣家族的信息而已。我们再举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中记载，耶稣降生之后，约瑟和玛利亚带着耶稣去了埃及逃难，而路加福音中却描述他们按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，就回加利利了。一个描述是向南，一个描述是向北，看似是矛盾的。但是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中回加利利这一段的文字是单独的一句话，与上面一长段的耶稣降生在圣殿献祭是分开的。办完了一切的事是什么事？多长时间也没有说。所以我更倾向于路加没有记载去埃及这件事情，是他觉得这不在这件书的重点，而是采用了带过的形式。况且按照圣经和相关的历史记载，玛利亚和约瑟带着耶稣去逃难的时间并不长。一些解经学者认为，耶稣逃往埃及的时间可能只是几个月，甚至只有几周。所以路加觉得没有记载的必要。如果路加记载耶稣出生后立即回了加利利，或者他直言没有往南，直接回了北方，那么圣经是矛盾的。仅仅在目前我们看到的圣经而言，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矛盾，因为福音书本就是从各个面来描述耶稣的生平。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同的侧面立体的联系在一起，才是
耶稣生平的完整样子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是神所启示人所写下的。也许神使用不同作者的时候，也使用了他们不同的文笔和写作手法，但是不能否认的是，神才是圣经的真正作者。这是基督信仰的核心真理。任何试图扭曲这个真理的人，都是基督信仰的敌人，都是我们应该警惕的。不过，也许有些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知道。祈求主原谅他们的过失。很多人看似很有才华，却用错了地方。我们应该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够真诚的悔改。同时也希望弟兄姊妹们多多为我祷告，因为我也有很多的看不清、想不明的地方，甚至也有怀疑的时候。求神怜悯我，在这个罪恶的时代胜过仇敌的试探，让我在真理中站立得住。谢谢大家。